嗨，我是清慧博士，欢迎来到我们盖亚绿专业的线上课程。今天这堂课的主题是自愿性碳权投资指南，副标题是碳权金鸡母、碳权金鸡蛋的全方位挑选说明书哦。其实你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尽管这个世界发展的是如此的快速，如此的进步，但是获利的本质都还是在资讯差。这些资讯差的产生呢，也是因为不同的认知高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即使网络非常的发达，但是呢，也得要靠你自己够勤劳，有双可以洞悉时事的眼睛和果断的执行力和决断力，才能够拿到这个时代的红利。碳权投资呢，也是这么一个极端倚重资讯差的领域哦。这一堂课呢，我要带着你站在碳权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毫不保留的分享国内外碳权投资业的秘密哦。那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希望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的机会啊。所以今天我就要带着你来抽丝剥茧，来看看在自愿性碳权的世界里面有哪些秘密，或者是有哪些美感，让你可以站在认知的高点上，进一步可以在碳权投资上获利哦。那熟悉我们盖亚绿专业的伙伴就一定会知道哦，我们所有的课程最重要的辅助教材就是心智图。透过心智图呢，你不但可以用一张图就可以描绘出整个知识的框架之外，那之后呢，你如果想要复习的话，你也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是哪一个章节，然后回去做复习，可以很轻易的做好复习的工作哦。今天的大纲呢，其实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是前言，是我们在做碳权投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买的是母鸡还是买鸡蛋。那第一单元的部分呢，就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国内的鸡蛋，一个是国际的鸡蛋。那第二个单元的部分呢，就是分成国内的母鸡跟国际的母鸡。那最后做一个结语。前言就是你一头栽进去要投资碳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确认自己的标的是母鸡还是鸡蛋。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怎么可能我会不知道自己买的是母鸡还是鸡蛋呢？但是真的是有可能的，因为碳权这个主题真的还很新，所以真的知道的人呢，他可能就会透过很多的包装，把鸡蛋包装成母鸡，或者是把母鸡包装成鸡蛋。目的呢，就当然是要混淆你的视听，让你可以乖乖的掏出钱来做投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一开始一定要先认清你自己要买的是母鸡还是鸡蛋。那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有几个重要的碳权观念一定要厘清哦。首先呢，就是碳权呢，它是有分成2种的，一种呢是强制性的碳权市场，一种是自愿性的碳权市场。这2个原则上是不能互抵的。所谓的强制性跟自愿性，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做庄的人不同。强制性呢，是政府规定你要这么做的，是政府做庄，而且是用法规政策的方式要求你一定要做到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2个不同的标的，一个是以企业排放额度为标的，另外一个就是以产品为标的。但是呢，自愿性市场呢，就是顾名思义嘛，没有人逼你，你是自己要做的。那这一个通常它做庄的都是私人的碳权平台，它的标的呢，也不是以企业或者是以产品，而是以专案的形式。所以呢，通常我们称这个自愿性的碳权，我们都会称它为专案。那每一个自愿性碳权的专案都会有一个 Project ID， 也就是这一个专案的身份证。这是在认识碳权投资之前，你必须要厘清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强制性碳权和自愿性碳权的不同之后，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自愿性碳权是有分类的。那它主要分成2个很大的不同的类别，第一个就叫做 removal。移除，它就是把已经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透过自然吸收或靠人工捕捉的方式，真正的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用人为避免的方式，这个叫做 reduction 减量。
那这个减量呢，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减少大气中的碳排放，它是预计你本来要排10个单位的碳排放好了，你透过这些人为避免的方式，你可能用再生能源啊，或者是用更先进、更节碳的制成，减少了这个碳排放。然后你减少的部分本来要排100，然后现在只剩排80，中间少排放的20，让你拿来申请碳权。通常这一种的减量碳权呢，都是因为政策的优惠，例如2000年后，因为联合国要鼓励发展再生能源，所以就让再生能源的案例可以来申请碳权，希望可以让这些再生能源能够刺激它的量，透过多一个碳权的诱因，刺激再生能源有更多的开发量。或者是最近在碳权平台上比较多出现的，就是帮助低度发展国家做清洁炉灶计划。那它本身其实都是一个政策。那既然是政策，就很容易会有波动。例如说，像现在所有再生能源的碳权专案，现在的价格都会变得非常低。原因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任何的鼓励措施，再生能源也已经可以在市场上立足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一种人为避免的减量碳权专案就很容易叠加。那相对而言的话，如果像自然吸收和人工捕捉的这一部分，自然碳汇它是有既定的量，而毕竟我们的森林、我们的土地，甚至我们的海洋，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限额的。目前为止，在碳交易市场中，自然碳汇就是所谓的 NBS 自然基础的解决方案的这一块碳汇的市场价格算是比较稳定的。好，知道了上面2个基础的观念之后，我们就正式来到了碳权投资的领域了。那你如果要做碳权投资的话，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需要先认清你的投资标的嘛，对不对？你要买一样东西，你当然就得知道你要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你一定要先确认你的标的是母鸡，就是专案开发，还是买鸡蛋，就是已经核发出来的碳权。这2个，如果你放在这里看，是不是非常的明显知道它的不同？那实际上买母鸡和买鸡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最后我还是要灌一个鸡汤，撒一个鸡血哦，就是这个就是未来时代的趋势。所以呢，当时代风向改变的时候，有的人会筑起高墙，有的人会建造风车。那你会是哪一个呢？那我当然是选择建造风车的那一个啦。我们这一课自愿性碳权指南就到这里。相信你对碳权的鸡蛋和鸡母都已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哦。我虽然尽量想要讲明白但是事实上这里面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是没有办法在这里一次讲明白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到我们的盖亚律私塾的社团，然后来提问或讨论哦。那我们的脸书社团也好，我们的线上专业课也好，都会有更多的专业的绿知识、绿读书、绿色思维，然后可以厚植你的绿色思维的底气，然后可以拓展你的绿知识讲解。毕竟绿色就是我们未来世界发展最重要的代表色。与其排斥这一切的发生，还不如就积极的拥抱这一些变化，拓展你的认知高度。当我们这些准备都做好的时候，机会来临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迎风而上啦。好，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我是秦慧博士，我们下一堂课见，嘿，拜拜。